我们似乎哪都会听别人说，我拿了公司多少多少股的期权，但其实呢，很多情况下你拿的根本就不是期权。欢迎来到我美美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多点干货，少点啰嗦，欢迎来到创业公司法律说，我是美国律师刘晓笑。现在呢，很多公司在入职的第一天都会收到 HR 那边扔过来的一大摞合同 ，HR 呢只会说这是你的期权，签了吧。可是如果你在有看不懂的问题想要问 HR 的时候，他就会说，那你要去问你自己的律师。那么 HR 口中的期权到底是不是真的期权呢？公司激励员工到底有哪几种方式呢？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员工的股权激励。其实呢，先来说一下股权激励这个概念，它呢在英文上其实应该叫做 employee compensation， 如果直译过来呢就是员工薪酬。其实呢这样也是合理的，因为呢无论是股权还是期权，它呢都是一种变相给员工发工资的方式，所以呢叫做员工薪酬 employee compensation 也是无可厚非。但是呢如果直接这样翻译的话呢，的确是在中文上比较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以为呢就是发工资发钱。所以呢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呢还是按照中文的习惯把它叫做员工的股权激励。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2期节目中呢，大家都会听到我用员工股权激励这个概念来解释。员工股权激励呢其实是有10几种方式的，那么常见的呢其实是有6种，分别是 restricted stock 限制性股权、 restricted stock unit 限制性股权单位、 stock option 期权、 stock appreciation right 股票增值分红权、 phantom stock 虚拟股、 employee stock purchase plan 员工股票购买计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用2期的时间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这6种员工股权激励的方式。先来看一种大家说的最多但却懂得最少的，那就是期权 stock option。 我们似乎哪都会听别人说，我拿了公司多少多少股的期权，但其实呢很多情况下你拿的根本就不是期权。从这个名字期权呢就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期待股份的权利，这也就意味着它不是真正的股份，它还是一种场外排队的状态，并不是真正的场内选手。那么想要理解期权呢，就需要了解3个词 grant、 vest 和 exercise。在我的美国公司法20讲第4讲呢有详细的解释，今天呢我就在这里不再赘述了。但是呢我在这里只需要强调一个概念，那就是期权和其他几种员工激励的方式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第3个动词 exercise。因为期权呢在成熟之后仍然需要通过 exercise 行权的这个动作，也就是员工花一笔钱去买下这些期权所对应的股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最终拿到相应的权利。而其他的几种员工股权激励的方式都是不具有 exercise 行权这个额外的动作的。第2种呢就是限制性股权 restricted stock。restricted stock 和 restricted stock unit 只差了1个单词，但其实呢2者的性质差别非常大。在我的美国公司法20讲第3讲中呢有一些详细的解释，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今天呢在这里我也不再赘述了，我只强调一点，就是 restricted stock 因为它的着眼点在于 stock， 也就说明它是一种真正的股权、股份、股票，是一种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权利。也就是说，当公司给你 restricted stock 限制性股权的第一天，你就已经是这些限制性股权100%的真正的所有人。那么为什么它还叫做限制性股权？这个 restrict 到底是 restrict 在哪里呢？因为限制性股权呢，它仍然是有一个4年的期限，可是这个4年的期限呢，并不是股票逐渐成熟的4年，而是公司买回权逐渐丧失的4年。也就意味着，如果是你有100股的限制性股权，在工作了1年之后就离职了，那么呢，剩下的这个4年中的3年，对应的75股，其实公司是有这个买回权的。要注意，这里呢只是一种买回权，是一种权利，而不是自动发生的。也就是说，公司需要去主动行使这个权利。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多公司就是忘了行使这个买回权，或者甚至是不知道自己要通过买回权的方式把这些股票收回，导致很多联合创始人呢，可能就只工作了第1年，但是呢，却白白拿走了剩下75%的股票。正是因为限制性股权这种优厚的条件，导致了限制性股权呢，通常是给创始人或者是联合创始人的，而不是给普通员工的。再来说一下限制性股权 RSU， 这也是大家经常提到的，但是呢，它又和前面的2种员工激励的方式差别非常大。我们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概念。首先呢，第一点，限制性股权单位 RSU， 它通常是已经上市的公司或者是非常成熟后期的未上市公司才会使用的，而 restricted stock 限制性股权和 stock option 期权呢，通常是非常早期的创业公司使用的。在
再来看一下第二点，限制性股权单位 RSU 呢，自始至终员工都是不需要花钱的，只需要等着收入就可以了。而 stock option 是需要通过 exercise 员工花一笔行权价去购买的，而 restricted stock 呢，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通常呢也是需要创始人去花钱买这部分股票的。限制性股权单位 RSU 呢，它在税务上会被认为是 W2 工资所得收入，也就是 ordinary income， 税率呢会有30%甚至是40%之高，这也就导致了很多的员工在拿到 RSU 之后呢，必须尽快卖出变现，否则呢，当年税交了却没有赚到真正的钱。而 restricted stock 和 stock option 呢，通常一部分甚至是全部都会被认为是资本利得 capital gain， 也就会以更低的20%的水平来进行计算。要说到 RSU 啊，其实还有很多要讲的内容，在下期呢，我会通过星巴克的 Beanstalk 咖啡豆股票呢来进行一个具体的剖析。但是因为呢还有剩下的3种员工股权激励的方式没有说，所以呢紧接着下一期我们会先来介绍一下另外的这3种员工股权激励的方式。多点干货，少点啰嗦，这里是创业公司法律说，我是美国律师刘小笑，我们下期再见。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